从海里钓上来的东星斑竟然被渔民塞进胶管里，接着又重新把它放入海里。这样操作竟然只是为了东星斑活下来。海钓之前还要准备肉质鲜美的土龙作为钓鱼诱饵，肉质略带微黄色，其味道非常可口，而且非常的补。其实土龙并不是蛇，也不是龙，属于鳗鱼科类。虽然属于鳗鱼科，但它的身份非比寻常，十分少见。土龙身份奇特，而且可遇而不可求，是难得一见的海中珍品。同时，它也是很好的滋养补品。虽然如此，但它只配被渔民当成海钓的鱼饵。晚上7点整时，渔民就已经开船来到特定海域，准备好的土龙肉块早已经挂在框架上的鱼钩中。在船只不断向前行驶时，渔民也会不断的将鱼钩按顺序往海里放。只有在行驶中，才能让绳索上的鱼钩按一定的间距投放在海里。这种海钓方法也叫延绳钓，以一根绳索为主线，按一定的距离将鱼钩串联在主线上。只需要在船只行驶的过程中，将绳索和鱼钩按顺序投放到海里。经过半小时的工作，所有的鱼钩已经投放到海里。在绳索的末端会绑上一个巨大的浮漂作为标记。在凌晨2点35分时，他们就开始按顺序将绳索收回。刚收回鱼绳，很快一条体型不错的生鱼就到手了。收回绳索的过程中，经常会遇到打结的问题，此时用来切鱼肉的82年菜刀也能派上用场。可能是在航行的过程中没将绳索绷紧才导致的。但鱼的上货速度接连不断，连鲨鱼也被他们从海里钓到。钓上来的鱼儿基本上失去活力，接着一道身影慢慢的浮出水面。被拖出水面的鱼儿因为水压骤降而失去活力，体型庞大的身鱼也被他们进行合照。天空开始慢慢变亮，钓上来的鱼货竟然又是鲨鱼，而且这条鲨鱼比之前钓到的第一条还要大。鲨鱼只好把它放了。为了钓到更多的鱼货，他们还继续准备延绳钓。这次用到的鱼又是剁碎的小鱼。放延绳钓时，放上浮漂和绳索，接着绑上一块巨石，石头会将鱼钩沉入海底。这时他们才将框架上的鱼钩按顺序的放入海里。这次他们聪明了，在行驶中将绳索绷紧，这样不仅能让鱼钩按一定的间距沉入海底，同时也不会打结。当所有的绳索放入海底时，他们会在绳索的末端再次绑上一块巨石，末端还会挂上一个巨大浮漂作为标记。5个小时后，他们再次收回延绳钓，重复在海里放钓，能增加他们的收获。很快，一条橙红色的影子开始慢慢的被拖出水面。拖上来时，发现是一条价格昂贵的东星斑。渔民为了能让东星斑活下来，对它进行了手术，拿着针头插入东星斑的肚子，将里面的气体排出。因为水压降低，才导致东星斑的肚子迅速膨胀起来。只有将东星斑肚子里面的气体排出，才能减少气压对鱼身的伤害。将肚子里面的气体排出后，同时取下鱼钩，迅速将东星斑放入胶管中，盖上盖子，把它放入水中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东星斑活过来。绑好盖口后，就立马将其沉入海底。用来作为标记的浮漂也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接着他们继续收回绳索，一条较小的红鲷鱼被他们收了上来。上鱼的几率并不大，很多都是空钩，钓上来的鱼也不一定是大鱼，有些鱼肉还在鱼钩上。他们只好继续收回鱼绳。被拖上来的鱼肚子会膨胀起来，以致连气泡都会从鱼的嘴巴凸出来。连续上货的都是红鲷鱼，也让他们非常失望。接着一条轮廓怪异的海鲜被拖出水面。刚开始时并不觉得这鱼的体型大，拖出水面时才看到它的体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小，原来是一条黄鲷鱼。而渔民却直接割断鱼绳，让它回归大海，鱼钩却永远留在黄鲷鱼的嘴巴。虽然放了一条黄鲷鱼，接着又有一条被拖出水面，而黄鲷鱼的尾巴却直接被绳索绑住了。他们再次利用82年的菜刀将鱼绳割断，被割断绳索的黄鲷鱼终于重新回归大海的怀抱，而它并不着急潜回到海底。渔民只好继续收回绳索。在收回绳索的过程中，有些鱼钩上的鱼肉已经被其他鱼类吃光了，却没有上鱼。中鱼的几率并不大，但不影响价值不菲的东星斑上钩。拖上来的东星斑已经翻起肚皮了，肚子里面的气泡也吐露出来。虽然就不活了，但东星斑的体型足以让他们开心起来。橙红色带蓝点的东星斑确实漂亮，从鱼的体型目测应该有7、8斤。还用自己的手臂量了一下鱼身的长度，鱼身的长度已经超过了60厘米。这是今天钓到最大最昂贵的一条海鲜。有了收获后，他们也开始打包回家。为了保持鱼货的新鲜，箱子里面还放了大量的冰块。从胶管中取回来的东星斑也死掉了，只能把它放入箱子里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只好将钓到的生鱼给解剖了。解剖好的鱼肉细嫩雪白，非常的诱人。他们进行分工合作，有些人再次准备好延绳钓，有些人准备伙食。到了晚上，他们才开始吃饭，还煮了一些鱼肉汤。他们会在海里度过2天2夜，直到他们收获到足够多的鱼货。有了收获后，他们的伙食并不差，这可能是海钓的乐趣。有吃了，每个人都非常开心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